来关注中美关系。美国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赢得众议院控制权，下任众议长热门人选麦卡锡扬言将设立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并点名该委员会由本党众议员加拉格尔领导。还没上任，加拉格尔日前就放话称，他计划把涉华投资审查的重点由中企在美投资转为美企对华投资，这又将给中美关系带来哪些负面影响？来看报道。加拉格尔现年38岁，6年前成为威斯康星州第8国会选区的众议员。他曾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情报官，服役7年。在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看来，加拉格尔是美国会中主要的对华鹰派，是个极其忠实的反华分子。本月8号，加拉格尔被麦卡锡点名，要他当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的牵头人。据彭博社20号的报道，还没上任，加拉格尔日前在接受访问时就妄图先声夺人，声称如果说过去5年美国加强了对中国在美投资的审查，下个阶段将是加强对美企在华投资的审查。自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持续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和打压来自中国的投资，最典型的就是对中国企业字节跳动旗下的短视频平台 TikTok 的封堵。而加拉格尔正是积极推动者，在他的提议下，美国参众两院已经出台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的法案。对于加拉格尔最新表态，美国涉华投资的限制要进入到重点审查美企对华投资的新阶段。实际上，据美媒报道，早在今年6月，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就曾共同推出一项审查海外投资的法律草案，以确保美国关键的工业生产能力不会流失到中国。9月27号，美国国会两党领袖和多位议员联合致函总统拜登，呼吁颁布行政命令来监管和限制美国的对外投资，其中包含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投资。而在加拉格尔的计划中，未来他牵头的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将调查美国享受税收优惠的养老基金是否应该在中国投资，对华投资的审查重点还将包括稀土、医疗和医药等项目。这说明美国方面呢，逐渐是将美国企业在华关键行业和领域的投资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一方面呢，这个反映了当前美国在审视与中国的经济联系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将经济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相联系，导致国家安全的范围是越来越泛化。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从本质上来说，由于国家安全利益是一个非常好的借口，因为国家在这个领域呢拥有相对而言更加多的自主裁量权，那美国发现这个借口非常好用，于是呢，滥用国家安全名义就成为当前美国的一种趋势，来借此遏制中国在两国竞争的关键领域取得优势。针对一些人提出共和党成立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只是为了反对民主党政府的对华政策，加拉格尔表示并非如此，还称未来在中国问题上将有大量的跨党派合作。彭博社披露，在整合国会内两党共识之后，国会正考虑与联邦政府联动，建立一个体系来监控，甚至阻止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加拉格尔希望五角大楼和其他国安机构加强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协调。从目前来看，自两党议员提议要限制美国企业对中国投资以来，而拜登政府呢也正在就这个问题制定行政令，说明政府和国会在这个问题上是进行合作的。那么在具体措施方面呢，美国大概率是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以及供应链韧性，以这样的名义来限制美国企业对涉及中美竞争的关键领域、关键行业在中国进行投资，阻止美国高科技的制造业来进入中国，来阻止两国先进产业的整合，最大限度地保持美国对中国的技术领先优势。实际上，美国商务部10月公布了严格的技术出口管制措施，包括一系列针对集成电路领域的出口管制措施，从技术、产品、设备、服务等方面对中国进行全面限制，以阻断中国研发和生产先进半导体芯片的能力。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敦促荷兰、日本和其他拥有尖端设备制造公司的未指明国家和地区跟随美方脚步，对华采取类似出口管制规则，就是不想让中国企业进入高端制造领域，尤其是高端半导体产业链。不过，深圳卫视注意到，本月15号，美国商务部发布2个公告，其中一份又将36家中国实体列入美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但另一份公告将中国25家实体移出未经验证清单。中国商务部对此表示欢迎，这表明双方是可以在相互尊重基础上通过沟通解决具体关切的。另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6号宣布，将352项原定于2022年底到期的中国输美产品的关税豁免再延期9个月。美国国会山报17号刊发智库史汀生中心资深研究员曼宁的文章，文中特别提到中美之间密切的贸易往来。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2021年的贸易总额为5.8万亿美元，也是美国、欧盟和许多亚洲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尽管存在制裁、关税和出口禁令，但2021年美中贸易额仍达到了6710亿美元，比2020年有所增加，预计2022年还会增加。文章在最后不禁发问：当中国是美国及其盟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时，一个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贸易体系究竟该如何运作？